你绝对想不到，你现在用的鸡蛋壳养花的方法，可能正让你的植物慢慢喝下毒药，悄悄陷入死亡陷阱。鸡蛋壳到底是救命肥，还是隐藏杀手？这集视频我们要彻底揭开它背后5个真相、3种升级用法以及4类适用的植物。建议你花个3至5分钟，让我们一起将垃圾变为真正的黄金肥料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说说鸡蛋壳养花的新用法。1、鸡蛋壳驱虫。鸡蛋壳最让人惊喜的其实是它的驱虫功能。只要简单搭配3样厨房常见的材料，就能做出一个能驱避蚜虫、小黑飞、蚂蚁甚至蜗牛的天然防虫包。如果你也想要这种环保又实用的养花技巧，别忘了订阅我，每周都有更新，一起解锁更多植物的隐藏妙招。防虫包的做法很简单，先把晒干压碎的鸡蛋壳粉准备好，再加入同等比例的柠檬皮碎末和干薄荷叶。柠檬皮要完全晒干，打成小碎片或粗粉，薄荷叶也可以自己晒干后捏碎。3者混合后，用纱布或旧丝袜包起来，绑成一个小香囊，就轻轻松松地做完了。这3种材料组合起来，可以说是植物界的驱虫3剑客。鸡蛋壳有轻微的碱性和粗糙质感，放在土面上可以阻挡蚂蚁、蜗牛等软体虫靠近。柠檬皮含有天然的柠檬烯，薄荷则富含清凉的薄荷醇，挥发成分能干扰害虫的嗅觉，让蚜虫、小黑飞、果蝇、跳蚤等不敢靠近。这种撒粉包并不是杀虫剂，而是防虫、驱虫，用来预防虫害的。适合在以下这些地方使用，比如花盆边缘、阳台角落、厨房窗台、垃圾桶旁边，甚至室内储物柜的暗角，或者用绳子悬挂在窗户边或通风口附近，香气四溢，还能净化空气。像经常招虫子的吊兰、绿萝、常春藤，还有像香菜、薄荷、罗勒这种厨房香草植物，放一个撒粉包在旁边，不但可以守住它们的根，也能守住你的厨房清新。要提醒的是，这种防虫包建议每3到4周更换一次，因为香气会逐渐减弱，效果也会随之降低。如果你家蚂蚁特别多，还可以偷偷在里面加一点干丁香或者橙皮粉，会把你家的蚂蚁通通都赶走。2、鸡蛋壳粉肥料。鸡蛋壳肥料是一种零成本、零技术的做法，非常适合新手操作。首先，将用过的鸡蛋壳清洗干净，特别要注意彻底冲洗掉蛋白质残留部分，否则它们容易滋生小虫或发霉。清洗后，建议将鸡蛋壳晾晒在阳光下，晒2至3天，直到完全干透。这时候用手捏一捏会感觉脆脆的，说明已经完全干燥。将干透的鸡蛋壳压碎，或者用搅拌机打成粉末，越细越好。细的粉末不但容易与土壤混合，还能更快速地释放养分。做好的鸡蛋壳粉可以密封保存，通常存放在阴凉干燥处。使用时，根据花盆的直径和大小，使用量略有不同。直径是10至15厘米的小型花盆，每次撒5克左右鸡蛋壳粉，约1小勺，撒在花盆边缘，并轻轻翻入表层土壤中。直径15至25厘米的中型花盆，每次撒10克左右，大约2小勺。直径25厘米以上的大型花盆，每次撒20克左右，大概3-4小勺。另外，鸡蛋壳的使用频率可以根据季节和植物的生长周期调整，例如春秋季节，每个月可以使用1至2次，特别是在植物快速生长的阶段，能帮助根系发育并加强抗病能力。而夏季高温时期，使用频率不需要过高，1次即可，以免过多的钙质导致土壤碱性过强，抑制植物的其他养分吸收。到了冬季休眠期，此时植物生长缓慢，适量减少使用，通常每2个月使用1次即可。鸡蛋壳粉虽然安全好用，但也要注意，如果直接撒在根部，可能会导致浓度过高，反而刺激根系，造成伤害。另外，像兰花、杜鹃、绣球等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，不适合使用过多鸡蛋壳粉。你用过鸡蛋壳养化吗？用过的请回复1，还没用过的请收藏这支影片，避免以后找不到详细的讲解。3、鸡蛋壳加淘米水黄金肥料。如果你想让鸡蛋壳中的营养成分更快速、更完全地释放出来，可以使用淘米水来发酵。
这种方法不仅能够让鸡蛋壳释放出丰富的钙，还能提供植物所需的微量元素，成为一款高效的全营养叶肥。准备3到5颗鸡蛋壳，清洗干净后晒到完全干透，再捣碎成粉末或小碎片，然后加入大约300毫升的新鲜淘米水，比例大约是1:10，也就是1份鸡蛋壳对应10份淘米水。把混合液倒入一个干净的广口瓶中，加到7分满左右，留下3分发酵空间，瓶口不要密封，盖块纱布防止蚊虫即可。然后把瓶子放在阴凉、通风的地方。避免阳光直射，温度大约保持在20至30摄氏度。每天用木勺或竹筷子轻轻搅拌一次，帮助鸡蛋壳与淘米水更好的融合。你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液体颜色变得逐渐浑浊，发出轻微的酸味。通常7天左右，混合液会发酵完成。发酵好的液体呈现轻微的浑浊且略带酸味，这时候就是最佳使用时机。使用前一定要稀释，按照1:5以上的比例兑水，也就是100毫升发酵液加上500毫升清水，均匀地浇在花盆土壤的根部或植物周围。关于使用频率，每个月使用1次就足够，因为这是浓缩型叶肥，过多使用可能会导致土壤营养过剩，反而不利于植物的吸收。尤其在植物生长旺盛期前，使用1至2次效果最佳。如玫瑰、茉莉、天竺葵等，能促进花芽分化，提高花朵的数量和质量。长势缓慢的绿植，如吊兰、常春藤、绿萝等，能够帮助它们增强根系发育，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效率。一些需要大量钙的植物，如番茄、辣椒、草莓等，可以增强它们的抗病能力，并促进果实的成长。4. 适用的花草植物。适合使用鸡蛋壳肥料的花草有很多，绿植里面，绿萝、吊兰、常春藤、发财树、龟背竹、虎尾兰、芦荟、波士顿蕨都可以使用。多肉植物大部分也是安全的，特别是玉露、仙人掌、石莲花效果更加明显。而观花植物里特别适合花期用的有玫瑰、茉莉花、天竺葵、康乃馨、郁金香、百合花，其中特别适合春季使用的花卉有凌霄花、紫藤、常春藤、大丽花、凤仙花、矮牵牛。香草类植物里面的薄荷、罗勒、香菜、百里香、迷迭香、马玉兰、洋葱、香蜂草都可以使用。而薰衣草、番茄、辣椒、草莓等果类植物也适合少量施用，可以防止缺钙黑心现象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使用鸡蛋壳肥，以下这几类要特别注意，比如兰花、杜鹃、绣球，然后水培植物也要谨慎使用。除此之外，芽苗类、播种期的幼苗，这时根系很弱，用鸡蛋壳粉容易造成烧根或者影响发芽。鸡蛋壳养花是一把好手，生活中巧用一下也是好处多多。5. 生活妙用。1. 鸡蛋壳治胃疼。鸡蛋壳可以治胃酸过多引起的胃疼，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有很明确的抑酸作用。将鸡蛋壳清洗干净，去掉里面的蛋清，打碎在锅中干炒，小火炒黄，不要炒焦。然后将其碾碎成末，越细越好。饭前或饭后用水送服，对胃酸过多胃疼的患者有止痛作用。2. 鸡蛋壳防头晕。很多女性很容易头晕头疼，鸡蛋壳碾碎后还可以对头晕有所疗效。将蛋壳洗干净后，在烤箱中烤熟烤脆，碾成很细的粉末后与甘草粉混合，每天在饭后以黄酒送服5克，对头晕症状有所缓解。3. 除水垢。水壶边缝里的水垢很难清洁，钢丝球又损害水壶，其实只用蛋壳摇一摇就能干净。将鸡蛋壳用清水洗干净，然后放入水壶中加水烧开，倒掉水和蛋壳后，水壶就自动无垢了。此外，铝锅也能用这个方法去水垢，将蛋壳丢进锅中，开水煮5分钟，捞出蛋壳倒掉水，锅里的水垢也没了。顽固水垢可以多煮几次。4. 鸡蛋壳嫩肤。蛋壳残留的蛋清中加一点蜂蜜，用手或是小刷子均匀涂在洗净的脸上，手指按摩打圈助吸收，10分钟后用清水洗净，坚持1周会发现皮肤细腻水嫩。5. 鸡蛋壳洗衣服。
将鸡蛋壳洗净以后捏碎，用纱布装起来，放进热水中浸泡5分钟，然后再将衣服放进水中浸泡清洗。洗完的衣服颜色更加鲜亮，3-4个蛋壳可以洗7-8件衣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记得点赞并关注，避免以后找不到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